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整个单元里头的重点。那首先，我提到一个基本的观念，也就是在一个这个传输线里头，你可以传输电磁的讯号。那这个电磁的讯号呢，是以波的形式在传播。那在我们的讨论里头，是用这个电压跟电流当做是讯号来做分析。但是呢，如果仔细的这个去看的话，其实在里头传播的也可以是用电场或者是用这个磁场来分析。那将来我们会开始把这个电场跟磁场放到我们的分析里头来。那这时候呢，这个电场磁场就必须同时考虑到它的方向性。那在我们的分析里头呢，我们借用了所谓的 Raman Circuit 的 model 来做计算。因为在一个传输线呢，它的这个线的大小经常比传输讯号的波长大很多，所以在不同的地方，虽然是只有同一条线，那在不同的地方，它讯号的强度是不一样的。那为了能够用Raman Circuit 的这个方式来做分析的话，我们先把传输线呢切出一小段，在这很小很小的一段里头，它的电流或电压的讯号基本上变化量非常的小。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般我们这个circuit theory 下去做计算。那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我们产生了一个 circuit model 来算它的电压跟电流。所以呢，我们算出两个重要的式子，这两个式子呢，我们叫做Telegraphus equation。结果呢，这两个重要的式子呢，跟我们以前学过的 Helmholtz equation 基本上是同样的这个式子。那这个 gamma 这个 eigenvalue 呢，它有实数部分跟虚数部分。那这个 gamma 的值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电路里头的resistance inductance conductance 跟 capacitance per unit length 来决定。那这个 gamma 的这个实数部分跟虚数部分各自代表就是一个讯号在这个传输线里头，它的随着位置的衰减，还有随着位置的传播的相位的这个相关的数值。所以呢，我们如果把这个解把它写出来的话呢，这个电压跟电流各自保有两个部分。那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往前走的这个电压讯号，或者是往前走的电流讯号。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往后走的反射的这个电压讯号跟电流讯号。那这个贝塔呢，我们把它叫做 propagation constant 或 phase constant，因为这个贝塔呢是代表了这个波在一个位置的相位。那这个阿尔法呢代表了它的这个讯号随着位置的这个衰减。那这个阿尔法的值越大，它衰减的越快。所以呢，我们随后呢又提到几个特征的这个例子。那在这个介绍这个特征的例子之前呢，我们介绍了一个概念叫做 dispersion， 也就是色散的概念。所以色散的概念的话，就是我们讯号在一个系统里头，传输线或者是物质里头传输的时候呢，它的波跑的速度跟它的这个讯号的频率是有关系的。那譬如说，你有一个这个脉冲的讯号，里头包含了不少的这个频率的这个能量在里头。那经过一个色散物质的话呢，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频率的这个讯号呢，会走不同的速度。所以呢，在这个例子里头，譬如说长波长的部分，红色的部分先出来了，但是短波长的部分呢，就是跑得比较慢。结果呢，就是这个脉冲原来是一个这个短脉冲，而且这个强度很强，但是经过的这个传输之后呢，这个脉冲的这个宽度变宽了，而且呢，这个强度变弱了。那这就是把原来讯号做了这个distortion， 也就是变得这个形状的有了改变。那经常这个讯号的改变呢，造成在接收端你在分析这个数位讯号的时候，譬如说0101的这个讯号的时候呢，就造成误解，所以这个讯号就会失真。那这种现象呢叫做色散。那如果说我们在设计一个传输线的时候呢，能够设计这个传输线呢，让它 R over L equal to G over C， 或者是 RC 等于 LG 的话呢，
那即使是这个传输线里头这个 RG 会造成一些这个损耗，但是呢，它的这个色散呢是不存在，所以呢，它的这个讯号还不至于失真。这样子的传输线我们叫做 distortionless transmission line。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头定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叫做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given by this expression。这是一个传输线里头非常基础的一个参数在很多计算里头呢都会拿出来这个考量。那这个譬如说，我们如果在这传输线的后端装了一个 low impedance， 譬如说你装一个天线，或者是一个这个应用的这个产品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你可以从这个传输线我们的这个理论里头算出这个所谓的 voltage reflection coefficient given by this expression，OK，就是 gamma。这个 gamma 呢是它是这个往回走的电压讯号除以往前走电压讯号的这个比值。那这个比值呢，通常就是一个这个复数的形式，它有一个这个 magnitude 的大小，还有一个反射的相位。那这个值的大小是多大呢？就是 low impedance 减掉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over low impedance 加上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所以很快的你可以看到，你如果不希望在这个地方有反射的讯号的话，那你就是让这个 low impedance 跟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是同一个值，让它同一个值的话呢，你的 gamma 的值就变成0。那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叫做impedance matching， 或者是主配这个主抗匹配。最后呢我们还计算了就是传输到这个你的应用端 low impedance 它的功率的大小。那我们这个用一个例子来告诉各位，你可以很简洁的算一个系统的递送的平均的功率用这个 Phasor notation 直接下去做计算。也就是你如果把这个电压的 Phasor 乘上这个电流的 Phasor 的complex conjugate， 然后呢取它实数部分再除以2，那基本上你就在算这个系统里头这个low impedance， 譬如说或者是你的这个天线平均传输进去的功率的大小。那在这个例子里头我们算出的结果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式子呢是非常 physically transparent， 因为你送到这个 low impedance 的这个功率，基本上就是你往前送的所有功率减掉反射的功率，那剩下的呢就是在这个 low impedance 上头。那这个例子呢也告诉各位如何来算这个传输线里头它的功率的传送到某一个点的这个计算的过程跟方法。所以这是这个单元里头几个重要的重点供您参考，谢谢。